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是小薇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去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公园去看孔雀了。对，看很多孔雀一起飞的那种感觉啊。对，是那种蜂拥出动的那种一大群，成千上百只。我以前在老家的那种公园嘛，它就几只孔雀，就没有看到很多种那种。孔雀开屏的几率也比较少。像这种多的话呢，孔雀开屏的几率还挺大的。希望我们有幸能够看得到。这个原始森林公园呢，离市区只有7公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打个的去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这里了。这个原始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呢，是达到98%的。而这个森林公园除了植物呢，还有动物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这里看孔雀。那边就是售票口，我们去那边看，往里面进去。我们刚刚买的这个景区的门票啊，是半价的，22.5元一个人，2个人就45元。如果买上区间车的话呢，是要50块钱一个人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买，我们选择走路。我们进来景区大门之后呢，看到这边呢，一条路过去呢，全是这样子的浮雕，浮雕上面呢有刻了这个大象，还有竹子，还有一些人物。在这个浮雕下边，它还有一些文字介绍了这个王子与公主的一些爱情故事。我们没有走多远呢，就看到了这里写了个孔雀山庄，那一边就是了。已经看到好多游客坐在那里，准备看孔雀飞舞。哇，好多了！还聚满了孔雀的这里。哇，赶紧现在去喂最多的时候。我们现在打算进去喂孔雀了。诶，你好，美女。这边。时间到了，不喂了，下一场表演的时候再喂了啊。只能等下一场表演了。下一场表演的时候再喂了。哦，刚刚看到的孔雀呢，感觉没有看过瘾哦。他们说3点10分呢还有一场表演的，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游人聚集在这里，也是等待着看表演。还有不到几分钟就能看得到了。哇，它这个表演一开始的这个水柱好高。哇！白色的那位应该就是孔雀公主了。那一边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，应该就是王子。他们坐着这个孔雀船，相互在靠近。它这个水雾喷出来的形状都是孔雀开屏的样子。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角色，也是随着歌曲呢在跳一些当地的舞蹈。来了，第一只来了，哇！它在空中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，直接飞到我们面前，一只一只的掠过那个树顶，掠过湖面，一只一只接一只，越来越多。飞翔的孔雀可能很少人有见过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别跑那边了。随着这个哨声越来越响，孔雀越聚越多。它们这动作很优美，飞翔的姿势。我们去喂孔雀了。你好，这里2个。哇，我感觉有点。哎呦，这还挺凶的这些孔雀。你看，它们都要啄我这个饲料里面。被围观了。对，你看它还要啄这下面的饲料，哎呦，还挺凶的。好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哇，感觉我的手都要啄到了。哎呦，被抢了。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孔雀，感觉它们
还是挺凶的，你看都要把我这个饲料袋都要抢走了。这2个。哎呦呦呦呦！来，我们过去那边。太凶了。来那边，有光的那边好一点，我们去那边哈。有光的那边好一点。哇，好多呀！太多了。你看他们动作很快的，他们一下子都能把这个饲料给吃完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跑了。他们吃的很凶的，他们2、3下就能够把你手里的饲料给吃完。感觉他们可能是因为吃的不多，然后呢，就是通过这个哨声来引他们过来吃嘛，所以他们都会很乖的都飞过来。他们划过这个湖面的时候，那个姿态还是很漂亮的，这是我们见的比较少的那种姿态。你看这边有好多的孔雀，他们会跟着饲料走的。哇，这蜂蛹的孔雀一堆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在孔雀山庄，两边都好多孔雀在围着。对啊，40块钱2个人啊，就可以近距离接触孔雀。那个好看。为什么它有的尾巴很长，有的很短？那个是雌雄吗？比较那个尾巴那个长的是雄性。它们是通过开屏来吸引异性的。它们开屏呢也是可以去吓敌人，因为它开屏之后它很像有很多个眼睛。对。但是它受到惊吓也一样会开屏。这里可以出去，对面那里可以撕手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刚刚一下去就被那个孔雀叼了那一包饲料跑。还有点慌了，太多了。对，不然我们就没有饲料了。它们很聪明的，就是能够把你的饲料直接叼走，而且它也有那个力气，它嘴巴的那个力气很大，一下子都能把你手上的那个饲料都吃光。还挺能吃的。那只跑出来的孔雀要抓回去了。它不想每天都反复的飞啊。就跟上班一样，我们就看到它们飞了好几次了。他们想出来逛街，逛森林，毕竟他们是森林里面长大的哈。我们刚刚在外边看到的孔雀呢，它们是都被关在这里的。这些都是绿孔雀，绿孔雀主要是分布在云南的南部。它们栖息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，还有灌木丛中这些开阔的地区啊。它们很多呢都是成对的活动的，而且呢都是3、5成群。它们的食物呢主要是蘑菇，还有嫩草等等。每年3、4月份呢是这些孔雀它们繁殖的时期。像这个脖子是绿色的，它就是母的，雌性，尾巴比较短。它好像想跟你聊天还是什么？我的手指在这边想来戳我了。真的耶，它饿了。它饿了，但我们没有带吃的耶。带2吃东西，你看。你看我的手晃一下，它都想来捉我了。它以为你要喂它吃的。好好看啊！它们脖子的颜色很艳丽哈。它饿了。我觉得飞过去的应该不是它们吧，不然它们怎么这么饿呀？应该是它们，就只有这里才那么多啊。现在那边是空着的嘛，只有这边才有孔雀。他们待会儿会把这个门给打开，然后所有的孔雀就会出去吃。就他们因为那边有表演嘛，打开之后他们一蜂拥而过，去那边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往山上走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看的。你好，大叔，请问前面还能走多远啊？到下一个点？不多远，没多远哈。公里多，公里左右的。好，谢谢啊。用啦啦罗的和用啦呢，阿卡梅塞我们在家多呢，用啦啦啦和用啦呢，什么什么嘛，大家会。
拿起来。大伙来协助加油。1、2、3，往前走。太多人了，我们就不去看大象了。在表演的那个区域，好多人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下次再专程去看大象吧。就去那个野象谷哈，专门看大象。对，我们这次就先回去了。主要是它那只小众景点也没什么玩的，但是就是人山人海。对，因为这边的天气暖和嘛，所以很多人都来这边过冬、旅游，就特别多的人，一车一车的人拉上来拉下去。而且现在还没过年哦。对啊，还没有过年哦。过年人更多。人山人海那是肯定的。我们现在下去了。下山了。爱尼人呢，绝大多数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。相传哈尼族与黎族、拉祜族都来源于古老的羌族，与境外的阿卡族是同一个民族。哈尼族也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没有自己的文字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呢，哈尼族它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，形式各种各样，主要有神话的故事、史诗和民歌。爱尼寨房呢是干栏式的竹楼和地棚，分别叫拥歌和拥熬。男人穿宽服对襟外衣，女人呢对襟无领短上衣、百褶短裙、银服饰。姑娘呢用花布裹小腿，就可以表示恋爱适婚了。就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地方吗？对，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地的哈尼族一个分支，叫爱尼寨。西双版纳的美丽呢，一半是来源于它的多民族的文化与风情，一半呢是来源于这个广袤而神秘的热带雨林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原始森林公园了，虽然我们没有把它给逛完，但是呢，我们依然能够领略到热带雨林的这种风情和风貌的。这个公园里面呢，还是能够看到猴子和大象的，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呢，就是为了来看这个孔雀，所以下次呢，我们再去其他地区看大象了。还没天黑，回来了。